各位好，这里是美东时间的1月2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全球新闻。今天由本台主办的第7届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在纽约曼哈顿盛大开幕。另外，今天呢是美国总统川普就职1周年的纪念日，川普总统突然现身白宫简报会，给记者团带来惊喜。白宫还发布了总统就职1年以来的365项成就。好，首先来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新唐人油画大赛开幕，主办方介绍传统艺术可通天。美国总统川普执政1周年，白宫列出365项成就。川普和北约秘书长友好通话，达沃斯论坛将聚焦格陵兰。阿富汗首都中餐馆被炸，7人丧生，包括1名中国人。英国批准建中共超级大使馆，国安疑虑再掀争议。中国2025死亡率反超疫情期间，中共数据造假露出破绽。NASA 推出新的任务，可将您的名字送去月球绕月飞行。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全球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周二下午，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第7届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在纽约曼哈顿的萨尔马迪贡俱乐部举行了开幕典礼。主办方表示，本届大赛迎来最踊跃的报名，而参赛者的画作的水平也创下新高。来看记者报道。一走进纽约曼哈顿的艺术展厅殿堂，萨马贡迪俱乐部映入眼帘的是入围的78幅画作。今年大赛收到来自51个国家304名参赛者，总共406幅作品。主办方介绍，本届的参赛人数和作品质量都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人们对咱们的这个大赛的宗旨，纯真、纯善、纯美，越来越理解。作品越来越有深度，传统艺术才能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光明，才能引领人类通往天堂。所以今年你们会看到有不少的作品，它不仅仅是以前人们理解的肖像或者技法的本身的展现，确实在道德上给人以这个启迪，能够真的起到了艺术本该起到的作用，那就是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道德。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尼克·阿尼斯基是首次参赛，他带来作品《神圣的创造者》，描绘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在浩瀚的宇宙中，渺小的人类能创造美好，也能酿成毁灭。阿尼斯基对大赛要求用正统的学院派写实技法，表现光明、善良、美好等传统价值的人物画作，深深共鸣。This competition has an extremely high mission. It's not just a competition. Here we're gonna find a beautiful painting and then award it, but it's the whole mission behind it.And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来自台湾的蔡少航是第3次参加新唐人油画大赛，他在上一届赛事中获得银奖。这次他带来作品《活摘器官》，透过巴洛克风格的戏剧性用光手法，模仿舞台追光效果，照亮作品主体中的法轮功学员，呼吁观众关注在过去20多年来发生在中国的人间悲剧。创作的主题就是产生一种升华，就是不只是一场对人的迫害，而是善与恶之间的较量，就是天国与地狱之间的一种较量。I mean, I draw up on my own, but I se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talent and mine, so I don't compare. 油画大赛的展览将会持续到1月24号，在这期间还会举行交流会、参观博物馆等一系列活动。那活动的重头戏将会落在1月22号的颁奖典礼。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上镜纽约采访报道。好，感谢柯婷婷的报道。1月20号是美国总统川普就职1周年的纪念日。
川普总统突然现身白宫简报会回答提问，给记者团带来惊喜。今天，白宫还发布了报告，展示川普总统就职365天以来的365项成就。来看本台记者张亮、任浩从白宫发回的报道。今天是川普总统第2个任期的就职1周年纪念日。出乎意料呢，总统在前往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前，专门到简报室呢亲自向记者介绍执政1年的成就，同时为联邦执法人员撑腰。This is the anniversary, first anniversary, January 20th, and it's been an amazing period of time. But we've done more than any other administration. We have the most success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川普介绍，去年就职时，美国刚经历近半个世纪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领取救济的人数创纪录。短短1年，美国经济超高的增长速度令人难以置信。现在数千家工厂正在建设，成千上万的企业家投资于美国。尽管遭遇政府被迫关门43天，去年第4季度的 GDP 增长速度依然超过5%。We've had the best stock market in history, the best 401ks in history. 川普很高兴汽油价格降低到每加仑2美元上下，美国贸易逆差减少62%，联邦赤字减少27%，药品最惠国待遇让美国的处方药价格降低超过90%。精简政府时解雇的政府雇员，因为经济的蓬勃发展，找到了薪资是之前数倍的私营企业工作。超过120万美国人不再依赖于政府补贴的食物券。川普称赞美国营救回所有被哈马斯囚禁的人质，斡旋停火的8场战争挽救了数百万性命，精准摧毁伊朗核设施及雷霆生擒委内瑞拉独裁者等行动，让美国再次赢得全世界的尊重。对国内来说，安全的边境换来的还包括水路走私入境的毒品大幅减少97%。川普再谈美国在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领先全球的地位，以及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没能履行职责的失望。他强调关税的重要性，呼吁最高法院的支持。We have so much money coming in from tariffs that we'll be able to issue at least a $2,000 dividend and also pay down debt for the country. 川普在演讲开始前展示了大量联邦执法机构在明尼苏达州正在追捕的嫌犯照片，这些人被标记为最坏中的最坏，是犯下累累罪行的惯犯。他力挺联邦执法人员，称赞他们是爱国者，正在拯救无辜美国人的生命。他呼吁人们支持移民执法官员。川普相信是神让他胜选，他认为神对他的成绩满意。I think God is very proud of the job I've done, and that includes for religion. You know, we're protecting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being killed. 白宫今天特别还发布了365天365项成就报告，称赞总统大选时获得压倒性的民意授权。而过去短短1年就取得了变革性的成果。白宫在报告开始就定调，川普创造了近代史上美国总统任期第1年的最辉煌成绩。这项成绩包括50年来第1次实现移民负增长、破纪录的凶杀案减少、吸引到创历史的投资、结束了多场战争以及大规模的精简官僚机构。报告说，这是川普总统美国优先议程的开始。川普的回归开启了美国成功和繁荣的新时代。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任浩，美国白宫报道。好的，感谢张亮、任浩从白宫发回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周二重返白宫1周年，在过去的1年当中，他通过了超过225项行政令，重新调整了联邦政府的政策方向，积极推进美国优先的议程。在国际的舞台上，川普总统重塑全球贸易，促成和平协议。在关键的部分时刻呢，还动用了美国的军队。一起来回顾。川普在上任第1天成立了政府效率部，调查并终止浪费、欺诈和滥用。数据显示，行动已经为纳税人节省了2150亿美元，取消了与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相关的联邦指导方针。他还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只承认男性和女性2种性别，随后禁止联邦政府向允许男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的学校和机构提供资金。2025年7月，国会通过大而美法案，将在未来10年内对税收和政府政策进行全面改革。在健康方面，一项让美国再次健康计划推动改革食品体系和药品管理，大幅降低对美国消费者提供的特定药品价格。在边境安全问题上，川普政府颁布严格政策，非法移民数量骤降至历史最低。根据国土安全部去年12月发布的数据，
1年中有超过250万非法移民离开美国，帮派成员和暴力犯罪分子优先被遣返，其中有190万人选择自行遣返。川普在洛杉矶、华盛顿特区、波特兰和芝加哥等地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发布针对多个国家的入境禁令。新推出川普金卡，加快符合资格者的永居申请，取消绿卡抽签计划。为了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并将制造业迁回美国，川普宣布大规模关税政策，开启与数十个国家的贸易谈判。透过加征关税并施加经济压力以帮助谈判，川普解决了全球8起冲突。美军也在多起打击行动中展现实力。2025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爆发10天后，川普在代号为“午夜铁锤”的行动中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2天后，冲突以停火告终。另一起震惊国际的行动是美军于1月3日从委内瑞拉首都戒备森严的官邸抓捕了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夫妻，2人被带回美国受审，被控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等罪名。与此同时，美国深化与巴拿马的安全合作，积极从中共手中夺回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今年1月，川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大收购格陵兰岛的力度。川普就职后，启动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程序，一口气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与联合国机构，称他们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郭约西，美国报道。周二，英国同意中共在伦敦铸币厂的旧址兴建超级大使馆，结束了长达7年的审批，决定引发了争议。分析认为，这个项目存在着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对英国情报安全、金融体系乃至于盟国之间的情报合作都会造成深远的影响。英国政府近日作出决定，批准中共在伦敦铸币厂旧址兴建大使馆，但附加了一些条件。不过具体内容没有透露，决定引发政界与安全专家的广泛争议。在近期曝光的中共使馆设计图中，使馆的建筑地下有多达208个秘密房间，更是引发外界质疑其用途是否涉及情报搜集和监控活动。一个是就是说它的地理位置上来讲，这个大使馆建成以后，它是欧洲最大的这个大使馆，那么它的人员将有大量的人住在这里边。那它这个地点呢非常的敏感，这个地点它位于伦敦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大型金融中心。它的传输敏感金融资讯的这个地下光缆就在这个大使馆的这个附近。具体说呢，如果要建成的话，它这个设施有208个靠近这个数据电缆的秘密地下室房间。这项超级使馆计划最早于2018年提出，中共斥资2.5亿英镑购买了原伦敦王家铸币厂作为新馆址，但由于地点临近伦敦金融中心且贴近重要的数据电缆，引发各界担忧，新使馆将变成中共间谍活动基地，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计划因此多年来未获批准。随着工党政府于2024年上台，首相斯塔默就任后，中共重提计划，尽管反对声浪不断，但最终通过。分析认为，争议核心在于国家安全风险。现在如果在英国的话，它就可以堂而皇之在里面部署很多的设备啊，不论监听的或者是发报的等等啊，掌握这个英国的军队动态，甚至于英国跟其他国家互动的动态等等啊，所以其实在情报工作来讲啊，给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当然大使馆的确是有很大的风险顾虑的。英国反对党批评首相斯塔默将国家安全卖给了中共。分析进一步指出，一旦中共超级使馆落成，未来不仅威胁英国国家安全，更威胁欧洲甚至美国。中共的海外镇压行动也可能延伸扩大。所以呢，概括起来呢，就是2大方面，一个是对英国本土的安全的威胁，第二个是对于中国在海外的被中共迫害的这些人士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会延伸到海外的这样的一个镇压，这样的一个威胁。英国的情报系统也一直都是在反馈这方面的信息。不仅如此了，就是五眼联盟他们的这个安全人员也提出警告，它是跟五眼联盟其他国家在共享情报的，未来这个情报上能不能共享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将来的一个变局。美国也会顾忌这个大使馆可能对它的这个影响，甚至在重要的紧急状况的时候呢，那也有可能会对这个使馆采取预先的防范的工作。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月长春采访报道。再来关注加拿大的总理办公室最近宣布将和中共加强执法合作，消息引发了各界的强烈反弹。这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和中共达成的又一项安全协议，但外界对此高度担忧。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ir law enforcement apparatus is inseparable from political control. There should be cause for concerns just how far we want to take this. The PRC government does not respect human rights. What we're doing is opening the door for them to capitalize on intelligence, revealing some of our operations. 中共在加国境内进行统战渗透，跨国镇压侨民和异议人士。外界分析，加中的公安合作可能助长中共的跨国镇压，对国家安全构成了结构性的风险。在加拿大总理到中国去访问一系列表态之后呢，我就陆续收到一些恐吓人身威胁。中共的公安系统本身就是中共实施跨国镇压核心的一个执行机构，一旦信息被转交过去，那加拿大肯定会失去对它的最终用途的控制权，在客观上会进一步鼓励中共的跨境镇压的行径。 We shouldn't be doing anything until that foreign agent registry is actually implemented, because we are opening the floodgates to real espionage activities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United Front and some of their elite capture. 专家评论，在五眼联盟的框架下，加拿大在执法和资讯安全方面已经备受质疑，盟国可能因此重新评估对加拿大的信任。An agreement with China when our other Five Eyes partners are still taking a pretty strong stand. I believe it erodes our credibility.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be beneficial down the road. 他们呼吁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切实保障加拿大的人权自由和国家安全。民营团体和人权组织应该积极地游说加拿大政府，以受害者的身份说明事情的严重性，全面地揭露跨国镇压的这些具体的案例，推动加拿大制度层面的审查和问责。同时呢，华裔社群呢，应该有一种自我保护的能力。专家强调，加拿大必须设立严格的前提条件，包括限制分享加拿大公民和居民的资讯，建立人权保障和防范跨国镇压的机制，确保独立监督和透明度，并在资讯滥用和风险升高时可以立即暂停合作。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薇、舒灿，加拿大采访报道。川普总统周二早上表示，他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格陵兰问题进行了非常顺利的电话会谈。随后，他还公布了吕特法国总统马克龙传给他的私人简讯。川普总统预计本周三将前往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美国取得格陵兰的相关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凌晨在真实社交连发多则贴文，他在其中一则表示，自己已就格陵兰问题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进行了非常顺利的电话会谈，双方同意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多边会谈。随后，川普透露了吕特给他的私人短信。吕特在讯息中称赞川普在叙利亚的成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此外，川普还公布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传给他的短信截图。据外媒报道，法国官方已证实内容属实。马克龙在讯息中写道：“我们在叙利亚问题上完全立场一致，在伊朗问题上也能有所作为。”不过，他表示不理解川普总统在格陵兰上的行动，希望于达沃斯论坛后的周四下午在巴黎安排7国集团会议。What do you plan to say to European leaders in Davos when they push back on your Greenland plan? Well, I don't think they're going to push back too much. Look, we have to have it. They have to have this done. They can protect it. Denmark, they're wonderful people. And I know the leaders are very good people, but they don't even go there. And, you know, because the boat went there 500 years ago and then left, that doesn't give you title to property.So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with the various people. 为了应对欧洲国家的阻拦，川普警告可能采取关税手段。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小组讨论中指出，
川普对这些欧洲国家征收关税，在地缘政治背景下属于关税的适当使用，旨在促进谈判。There's a long history of using tools that are at the nexus of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export controls, we have sanctions, we have prohibitions, we have things we do with SWIFT, things we do in conjunction with Europeans, things we do on our own. 川普总统在被问及是否会动用武力夺取格陵兰时，他仅表示不予置评，并未排除军力接管该岛的可能性。And believes that the U.S. should not outsource our national security. He believes that Greenland is essential for the Golden Dome missile shield.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好，再来关注伊朗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已经进入第23天，当局对抗议者的镇压和封控仍在持续。根据人权活动家通讯社确认，已经有超过4000人在抗议当中死亡，另有9049起死亡案例仍在核实当中。但是呢，据多家媒体报道，死亡人数恐怕已经超过了2万人。据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活动家通讯社初步统计，伊朗当局的镇压已造成4029人丧生，包括3786名示威者、180名安全人员、28名儿童及35名未参与示威者。此外，至少5811人在镇压行动中受重伤，被捕人数升至26015人。在伊朗当前信息封锁下，实际伤亡人数恐怕更高。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周二表示，欧盟提议对伊朗用于生产无人机和导弹的零组件实施新的出口限制，并重申欧盟也正在准备新的制裁措施，以回应伊朗当局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Today we are proposing new export restrictions on components that Iran can use for the production of drones and missiles. This will further limit Iran's ability to feed Russia's continued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In addition to that, we are working on new sanctions response on Iran's authorities' brutal repression of protesters and to support the Iranian people's legitimate demands.We are actively examining what further measures can be taken. 周二，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齐将军再次发表强硬言论，直接向川普总统发出人身威胁。此前，川普总统曾呼吁终结哈梅内伊将近40年的统治，并强调伊朗是时候寻求新领导层了。与此同时，传播追踪数据显示，驻守南海的美国航母亚伯拉罕·林肯号已于周二穿越马六甲海峡。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海军官员表示，航母及3艘随行驱逐舰正向西航行。尽管美国官员未明确表示这个航母打击群正驶向中东，据当前航向与所在位置显示，该舰队仅需几日就可抵达中东地区。随着伊朗当局对全国性民众抗议的血腥镇压，该国部分反抗组织认为，伊斯兰政权正逐渐丧失权力与民心，其神权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库德斯坦民主党是伊朗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库德族反抗组织，该组织的一支部队成员自称敢死军。One of a variety of groups which has been preparing for decades for the day when the regime in Tehran falls. در یارمەتی ئەمریکا و ئوروپا بۆ خەڵکی ئێران19岁的法丽娜逃离伊朗家园，成为一名库德敢死军战士。她正在接受狙击手训练。In Iran, she says, we have no rights, especially as women. That's why I became a Peshmerga, to defend my rights as a Kurd and as a woman.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周二，俄罗斯再次针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导致基辅5000多栋公寓大楼失去供暖。泽连斯基表示，俄军使用了新的打击战术，而刚刚运抵乌克兰的一批爱国者防空导弹，在抵御这一波猛烈空袭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发出预警，周二凌晨，俄罗斯的大规模空袭就来袭。339架俄军无人机和34枚导弹瞄准了乌克兰的军事工业、能源以及交通运输设施，波及乌克兰全境至少7个地区。这让本来就近乎陷入瘫痪的乌克兰能源网络再次遭遇重创。
空袭导致基辅5635栋公寓在摄氏零下15度的严寒天气中失去了暖气供应，而其中80%的大楼才刚刚从俄罗斯1月9号的猛烈空袭后恢复供暖。Як вибух пройшов, зразу опалення все ми відключилося. У нас його і так воно слабеньке було, десь в квартирах 12-13 градусів, і опалення води і світла зараз немає. 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这起袭击影响了几个对核安全至关重要的变电站，同时一些核电厂的输电线路也遭到攻击。而目前乌克兰超过一半的电力来自核能。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更新了打击战术，而且发射的部分导弹是今年才生产的。他强调，所幸在这波猛烈攻击发生前，乌军及时收到了一批爱国者和 NASAMS 防空导弹，这些导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空袭的后果将会更加严重。他还透露，仅仅当天用来防空的导弹成本就高达8000万欧元。他敦促盟友提供更多援助。泽连斯基原定周二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但由于俄罗斯的大规模空袭加剧了能源危机，他决定取消行程，留在基辅处理国内事务。不过他也表示，如果外交努力取得突破，他会选择前往。Якщо документи будуть готові, то буде у нас зустріч, буде поїздка. Якщо будуть пакети енергетичні або навіть зустріч і рішення по додаткове по ППО, безумовно, я буду їхати. 达沃斯论坛期间，乌梅罗夫率领的乌克兰代表团将继续与川普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周二，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与美国代表在达沃斯进行了约2小时的会谈。会后，德米特里耶夫表示，对话富有建设性，但没有详细说明。克里姆林宫稍早称，美俄会谈内容涉及经济、贸易与投资合作，同时俄方还将向美方传递关于乌克兰和平进程的信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随着加沙和平计划第2阶段的正式启动，以色列的外长证实说，该国已经收到了加沙和平委员会的邀请。同时，大批的伊斯兰国囚犯越狱，让叙利亚的局势再添变数。在阿富汗，一家中餐馆遭遇到自杀式的炸弹攻击，已经造成了7人罹难。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国宣布对事件负责，并且说这次的袭击是针对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迫害。周二，以色列外长萨尔在与捷克外长马钦卡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川普邀请以色列加入新成立的加沙和平委员会倡议。He invited Israel,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to be a part of it, and he also invited President Putin, Russia, to be a member there. 根据川普总统的倡议，加沙和平委员会先平息加沙战争，然后将扩展到解决世界上其他地区发生的冲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向约60个国家发送了和平委员会章程草案，要求成员国若希望其成员资格持续超过3年，必须缴纳10亿美元。同一天，以色列用大型机械拆除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加沙的总部。该机构的建筑设施被夷为平地。2024年10月，以色列国会通过法案，禁止该机构在境内运作。以色列指控该机构的部分职员隶属恐怖组织哈马斯，并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当天，以色列军队向加沙走廊南部的数十户巴勒斯坦家庭发布疏散令，要求他们撤离。这是自以哈去年10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首次发布强制撤离令。在叙利亚，周一，叙利亚总统沙拉领导的政府军在反政府的库德族叙利亚民主力量撤离之后，迅速收复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不过，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在交接关押着伊斯兰国囚犯的监狱时，互相指责对方试图破坏协议，并爆发冲突，导致至少120名伊斯兰国囚犯逃跑，其中81人已被重新抓回。当局正在搜捕其余逃犯。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中餐馆周一遭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名中国公民和6名阿富汗人丧生，另有10多人受伤，包括1名儿童。
که داخل رستوران شنایاب بروبری دکان ما رستوران جو کردن داخل رستوران یک انتحار انفجار شد تقریبا ساعت دکان حوالی 3 بود که انفجار شد ما همین شاهد عینی بودیم که داخل دکان بودیم انتحاری که شد مؤثر شوکی دکان خود به بیرون افتادیم دیگه هرچی کشته و تلفات زخمی داشت و 7 نفر فوتی به شفاخانه امرجنسی آورده شده بود که 13 مریضش بستر شدن وضعیت عمومیشان خوب است و یک مریض هم سراپات تداوی شده 7 نفر به شکل فوتی به شفاخانه امرجنسی آورده شده。警方表示，嫌犯潜入餐厅，在聚会期间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背心。伊斯兰国组织随后声称对这起爆炸事件负责，并声称袭击是针对中共对维吾尔族的人权迫害。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周二，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版草案，明确要求在关键领域逐步淘汰来自高风险供应商的零组件。此举被认为是欧盟对中共技术立场的重大转向，将对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公司造成冲击。同一天，美国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访问英国，成为首位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的现任美国议长。下面是本期的国际聚焦。1月20号，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访问英国，成为首位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的现任美国议长。他重申美英特殊关系，警告中俄全球扩张，强调西方盟友不可动摇，呼吁共同行动，防范战略要地渗透，并援引川普对查格斯群岛的关切，强调能源与防务主权。As we chart our renewal, America has no intention of walking alone. In fact, to do so would be self-defeating. More than ever before, we need the British people to be great and proud and patriotic, and you are.To work in close concert with us as partners and friends and to defend the security of the Western world. That means secure borders. It means, obviously, serious investments in our shared defense and maintaining strategic strongholds around the world. 据 Axios 新闻网独家报道，亿万富豪马斯克已捐出1000万美元，力挺亲川普企业家莫里斯角逐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接替即将退休的共和党大佬麦康奈尔。此为马斯克历来对单一参议员候选人最大捐款，也显示他可能在中期选举中加码助力共和党。1月19号，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若法国总统马克龙拒绝加入负责监督加沙停火的和平委员会，美方将对法国葡萄酒与香槟征收最高200%关税。川普预计于1月22号在瑞士达沃斯签署该委员会的完整宪章与职责。美军1月3号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后，佛州多名古巴裔美国人倍感振奋，纷纷赞扬川普政府的行动，认为此举有望动摇古巴常年专制统治，并引发连锁效应。他们普遍渴望终结古巴共产政权，期盼祖国最终迎来真正的自由。好的，在广告过后，我们把镜头要转向中国，带您看到2025年的死亡率在中国反超疫情期间，中共的数据造假露出破绽。关系到你人生的秀，这就是你生命等待的。神韵，每年一套全新节目。欢迎回来。中共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的死亡率创下了新高，甚至超过了中共公布的新冠疫情最高峰时期的数据，引发了舆论的质疑。分析认为，这说明中共隐瞒了3年前疫情期间的死亡数据。中共国家统计局1月19号公布，2025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出生率为5.63%，较2024年的954万人进一步下降。而死亡人口是1131万人，死亡率约为8.04%。路透社报道称，死亡率创下自196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2025年的死亡率反而是远远的高出在疫情高峰的那3年。毫无疑问这是不正常的，
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并不存在那个所谓被延后的集中死亡效应。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据中共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死亡人口为997.6万人，2021年1014万人，2022年中国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而在新冠疫情第二波高峰的2023年，全国的死亡人数是1110万人，死亡率为7.87%。分析认为，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向来造假，真实数据被指严重缩水。那你就可想而知，在当初疫情3年期间，至少那2波的明显的高峰期，那个时候的死亡率会是达到多少？它远远比现在那个8.4要高出好几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只能够说明唯一的解释就是官方他们有大幅度的造假，他们完全是在糊弄，他们完全对国人、对整个国际社会完全都是在欺骗。最近几年，网上流出的视频显示，中国不仅出现许多无人村，连许多2、3线城市，甚至是北上广深1线城市，超市和商场冷冷清清，到处一片萧条景象。以前可火的这个商场全部都关门了，这是什么情况？就跟进了鬼城一样。另据中共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末中国的总人口大约14.05亿人，较2024年末减少339万人，这已经连续第4年下降。但最近有不少大陆博主纷纷发布影片，质疑中共号称的14亿人口人到底去哪儿了？为何城镇与乡村都变得空荡荡？现在真的还有14亿人口吗？以前12亿人口的时候，总感觉很热闹，无论是大街上还是商场里，哪怕是村子里的各个路口，都是非常的热闹。可是现在14亿人口了，街上却是冷冷清清。分析认为，随着死亡率不断攀高，出生人口的大幅减少，加上少子化、高龄化问题日趋严峻，中国已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那么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出3个趋势：第一是负增长，第二是少子化，第三是老龄化急剧加速发展。那么这3个因素的总和叠加起来，就是整个中国人口结构急剧恶化，而且几乎是难以挽回的。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瑞，特约记者洛亚采访报道。美国此前加强了国内无人机和先进电动飞机研发的限制措施。为了遵守相关的规定，美国的电池公司正在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至韩国。专家认为，这明显是政策驱动的强制脱钩，有非常强的实质的影响力。美国国防授权法规定，将在2027年10月起禁止战争部采购中国制造的电池。据此，日经新闻报道，美国2家先进电池生产商 SAI 公司和 Amprius Technologies 公司都宣布将生产重心转移出中国，扩大在韩国的电池产能。很明显是政策驱动的一个强制脱钩，这个是有非常强的一个实质的影响力。那些美国企业为了保住美国国防部这个大客户，就必须要在这个禁令生效前彻底要清除它供应链中的中国成分。美国总统川普还在去年7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加快对美国无人机制造商的审批流程，并保护美国无人机供应链免受外国影响。因为电池它是无人机还有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一个心脏，所以它如果移出中国就表示说美国企业认定在中国生产这些关键的那个原物料或者零部件，特别是涉及到军用的技术，它是存在着不可控的一个政治跟安全的风险。全球最大的一个制造国就是中国，那现在如果连电池这种中国具有极高甚至是掌握世界的这个优势价格的产业都愿意把它直接移出来的话，那表示其实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断裂啊。那这个脱钩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大概在2028、2029年开始之后，你就会看到现在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一种新冷战，这个冷战在整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展现上面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分析认为，这意味着降低成本已经不再是首要考量因素。未来的供应链将会加强建立在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或者是军事盟友之间，这会给中共的高端制造产业造成直接冲击。它会有造成一个产业链的一个示范的效应，因为这2家公司它的动作，它释放出的一个讯息，可能后续会给其他的厂商，特别是美国的厂商一个寒蝉效应，就是导致其他希望承接美国政府或西方的国防合约的供应商会去跟进，就是加速的将生产线去迁出中国。那再就是说，
会加剧了中国跟西方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一个隔离。那中国企业未来就将更难以进入到美国国防跟高端的航太市场，导致说市场分合这会被韩国等其他的竞争对手去瓜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长春采访报道。台湾高雄地检署近日侦办了国安案件，查出任职中天新闻台的林姓记者涉嫌用金钱收买现役和退役军人，泄露军事机密给中共，包括林姓记者等6人全数遭到羁押。任职中天新闻的林姓记者被查出涉嫌提供金钱给军人，交付军事机密给大陆人士，遭到羁押禁见。任何人，不管你是什么行业，当你从事了非法的行为，也没有特权被免除哈。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希望不管是桥头地检署或相关的国安调查单位，能够尽速查明，让社会了解这个犯罪的脉络。有证据就依法严办，没有证据就还人清白。包含林姓记者与现退役军人有10人涉案，其中6人遭到羁押。案件起因为检方调查诚信海军陆战队中士手持5星旗拍摄投共影片换取报酬，而媒体报道涉案官兵还有人是隶属机密的飞弹部队。共谍网络呢，初期会以小额的金钱，甚至于呢假装成借贷，最后要求你提供的也没有什么机密性，就是很一般的文件，甚至于是军人的服务证件，就可以免除债务，让这些国军弟兄一步一步脖子被圈住，进入了共谍网络的陷阱里面而不可自拔。立委示警，已知共谍案有2/3与军人有关，手法多以提供金钱作为诱因，呼吁国安单位与军安总队应针对官兵个人财务问题进行预警。新唐人电视黄浪姐廖姿莹，台湾台北报道。好的，广告过后，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的密歇根州大雪酿灾，100车连环撞，车祸多人受伤。好，欢迎回来。本周，美国多个州正受到大湖效应所带来的暴雪影响，路面几乎全部被白雪掩盖。美国的密歇根州的一条州际高速公路上发生严重的连环追撞，超过100辆车互相碰撞或者滑出了路面，造成多人受伤。由于能见度低和不断加强的强风，国家气象局呼吁居民都避免外出。密西根州渥太华县靠近大急流城西南方的 I-196 洲际公路周一发生大规模连环追撞事故，州警随即封闭道路，清理现场超过100辆受损车辆，其中还包括30多辆半挂卡车。州警表示，事故造成多人受伤，但目前没有死亡报告。一名目击者表示，事故发生前，他以每小时20到25英里的速度行驶时，暴风雪不停吹过路面，让他几乎看不清前方的车。他最后将车辆驶入中央分离带，以避免被追撞。他用手机拍下的画面显示，多辆车堆叠在一起，有些甚至卡在雪中。随着冬季风暴持续在这个地区带来降雪，气温预计下滑至摄氏零下22度。官员提醒驾驶人在险峻天气情况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这起事故只是这场席卷全美的强烈冬季风暴带来的最新影响之一。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多个州发布预警，警告将出现极端低温或冬季风暴天气，影响范围从明尼苏达州北部一路延伸到威斯康星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降雪在上周末南下至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马萨诸塞州和芝加哥的季后赛橄榄球比赛也受到了影响。佛罗里达州中北部以及乔治亚州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在周一夜间至周二清晨降到冰点以下。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好，下面是本期的财经快报。美国总统川普因格林岛归属问题，计划将对欧洲8国征收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威胁强硬反击，受此影响，欧洲股市跌到近2周来最低点，泛欧斯托克600指数、法国 CAC 40指数以及德国 DAX 指数都出现超过1%的跌幅。美国股市在度过长周末后，主要股指大幅低开，之后一直在徘徊近3周来的低位。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周二继续走高，其中金价期货几次冲破每盎司4750美元，白银期货一度逼近每盎司95.5美元。美国总统川普周一深夜
返回华府前，在机场说已经有了美联储下一任主席的人选。周二，正在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川普最早将会在下周公布新主席人选。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到5月任期结束，他可以选择继续担任理事到2028年。目前新主席的热门人选有4人，包括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美联储前理事沃什、现理事沃勒和贝莱德首席债券投资经理李德。上周，川普说不舍得哈塞特离开白宫。周二，网飞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交文件，表示为了使收购华纳兄弟探索频道更加顺畅，把之前总计827亿美元的现金加股权收购邀约改为全现金交易。这一举动被解读为力阻派拉蒙的收购。网飞和派拉蒙旗下的天空之舞都试图并购华纳兄弟探索频道，其中派拉蒙最终出价为1087亿美元。大部分资金将通过融资获得。相比之下，网飞并购的收购杠杆低，因此得到华纳兄弟董事会全体成员的支持。瑞士罗氏制药旗下的基因泰克周二宣布，对美国北凯罗来纳州生物制药工厂的投资增加超过1倍，达到20亿美元。这是罗氏承诺在美国总投资达到500亿美元的一部分。基因泰克说，增加投资后，这家未来生产减肥药的工厂将创造1500个建筑业职位。2029年投入运营后，将创造500个制药业高薪职位。川普总统去年就职后，一直敦促制药公司把生产链转移到美国。基因泰克希望能够借机扩大在美国的业务。好的，广告过后，我们将带您了解 NASA 推出了一个新的服务，将你的名字送去月球，绕月飞行。根据《本草纲目》中记载，马齿苋可清理血管、减缓三高、消炎抗菌；紫苏子能滋润脾肺、止咳消痰。普瑞堂第3代植物鱼油，选用产自韩国黄梅山的纯天然马齿苋与紫苏子，采用独家专利技术，从中提取欧米伽3、6、7、9，世界首创，纯度高达90%以上，具有清血、降压、消炎之功效。胶囊由天然海藻制成，100%纯素，不含任何化学成分，大人小孩都能安心使用。神传古方结善缘，普天同瑞福满堂。普瑞堂植物鱼油。欢迎回来。美国宇航局 NASA 向全球公众开放了一项特别的活动，将你的名字送上绕月之旅。任何人都可以提交自己的名字，随着任务一起绕月飞行。这项任务不仅将把宇航员送往人类历史上最远的深空，也被视为是人类重返月球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根据 NASA 的最新消息显示，作为阿尔特米斯计划的关键一环，阿尔特米斯2计划最迟不晚于2026年4月发射。这将是阿尔特米斯计划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人类第一次搭乘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和猎户座飞船执行深空任务。为增强公众参与感 ，NASA 同步推出将你的名字送上绕月之旅活动。全球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提交姓名，生成一张数字版的阿尔特米斯2登机牌。所有提交的名字都将被储存在一张小型 SD 卡中，随猎户座飞船完成一次约10天的绕月并返回地球的旅行。这张登机牌不仅包含任务徽章，还会标注发射地点肯尼迪航天中心、飞行器信息以及任务目的地，并显示参与者累计飞行将超过68万5千英里。NASA 提醒，生成登机牌所使用的个人PIN码需要妥善保存，否则将无法再次下载。任务期间，飞船将沿8字形轨迹绕过月球背面，最远距离地球超过23万英里，其中一段航程将飞越月球轨道约4600英里，创造人类载人航天最远飞行记录。尽管此次任务不会在月球着陆，但宇航员将手动操控飞船，测试生命保障系统，验证未来登月所需的关键技术，是最终迈向火星的重要一步。
This is a massive milestone for NASA and the Artemis program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first time that a crew of humans will see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and is such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NASA's eventual goal of getting 2 feet, human feet, back on the lunar surface. 截止周一下午，已有超过180万张登机牌被领取。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田心美国报道。好，再来看到航空业的竞争是日趋激烈。为了抢回高端旅客，美国的航空最近大动作升级服务，从能躺平的座椅、香槟咖啡到高速上网、私人套房，全部都安排上了。在达美航空和美联航空的这个夹击之下，这场豪华的升级能否带来转机呢？一起来看。美国航空近期启动了一项名为“客户重塑”的计划，主旨呢是通过更高端的服务和更奢华的体验，奖励那些更忠诚的客户。美国航空将为乘客提供可平躺的座椅、宝林格香槟、拉瓦扎咖啡以及超高速的 WiFi， 还有长途客机上的私人套房、升级的支线客舱以及更丰富的信用卡权益等。同时，美国航空告别了多年来以削减成本、冲销量为主的低价经营策略，转而呢以体验换取利润。公司决心转型的动力来自现实数字。去年，美国航空的股价下跌了约6%，而达美航空却上涨了20%，联合航空上涨了18%。每年的第3季度向来是航空业最赚钱的季节，但是美国航空却出现了亏损，这些都促使这家公司做出反思。目前，高端旅客已经成了保障产业利润的关键因素，而升级客舱与服务已经不再只是选项，而是重要的任务。美国航空的新任首席商务官纳特·派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认为投资客户体验将有助于我们提高营收。在具体措施上，美国航空将重心放在了新机型与高收益航线上。公司计划依赖波音7879和空客 A321XLR 这2款新机型，拓展芝加哥至伦敦等跨大西洋航线。其中7879配备了51个可以平躺的座椅和私人间，是目前美国航空最赚钱的宽体型客机。他们还首次推出了 A321XLR 机型，承担从纽约到洛杉矶的航线，这是美国竞争最激烈的航线之一，也是达美航空最占优势的航线。美国航空首席策略官史蒂夫·约翰逊称，这是公司数10年来最彻底的一次改革，并且预期未来的获利会逐步改善。真心是否能够换来真金白银呢？相信市场很快就会给出答案。好的，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感谢佳音的报道，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